凯多向路飞发出决战宣言，草帽全员在火海中逃生。路飞霸气地对凯多说道：“我是要超越你，成为海贼王的男人。”听闻此话，凯多的五官扭曲在一起，他似乎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。可是想一想，凯多又笑了：“看你还这么嚣张，我就放心了。”接下来是凯老师的小课堂。旁白了一下路飞的能力，当路飞的身心成长到能追上他的能力时，就会发生觉醒。凯老师称这个能力为乱来的能力。虽然为师深感欣慰，但路飞扰乱课堂纪律，还是让凯老师很头疼。路飞对凯老师视若无睹，自顾玩着蹦蹦床。路飞没心没肺的大笑，凯老师气愤地握紧了狼牙棒。迄今为止，我构建起来的东西失去太多了。凯多的眼前浮现了上一届自己最得意的3个学生：学习委员划船不用桨全凭浪的挨打王杰克；文艺委员那就是街舞全校总冠军奎因；班长痴迷学习喜欢抓头的劲。他们都是多么好的学生啊！现在凯老师失去了他们，连自己的城堡也被人抄家了。凯老师很愤怒，路飞与凯多同时爆发霸王色霸气，天空中电闪雷鸣。凯多举起狼牙棒，用力一挥，摆出决斗的架势。他对路飞放狠话：自己失去了这么多东西，所以他要夺走路飞更多的东西。凯多大声咆哮，举起狼牙棒飞向路飞。凯多一套狼牙棒乱打，把路飞好一顿暴揍。路飞跳起身，身体旋转成了悠悠球形态。八嘎，凯多竟然偷我技能！路飞一套悠悠球智能旋风，狠狠打了凯多一套。凯多被揍得一口千年老血喷了出来。路飞收了神通，重重摔在地上。凯多用狼牙棒支撑着自己摇摇欲坠的身体，大口喘着粗气。长大了。这时，骷髅穹顶突然冒出浓烟，就像爆发的火山一样，不时有火焰喷射出来。凯多告诉路飞，轨道里的城堡全部被战火包围了，起义军的几千兵力也被困在了里面。不管这场战斗谁输谁赢，所有人都会被烧死。路飞听后却毫不惊慌，他俯下身子，做出了准备赛跑冲刺的姿势。别小看他们呀，下面的事儿我全部都交给他们了。路飞使出了汤姆猫车轮跑，向凯多狂奔而去。地面受路飞影响，整个倾斜过来，形成了一道斜坡。凯多抡起狼牙棒，这笑声真让人不快。路飞吓了一跳，拖着自己的大胯拉长大腿，坏风从胯下飞过，好悬，差点就变成蒙奇 D 陆公公了。路飞蹭到凯多面前，一个紧急刹车，在凯多下一棍子抡下来之前，利用脚下土地的弹力，一个漂亮的起跳越过凯多的脑袋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陷入地下，接着蓄力飞向空中，跳进了雷声轰隆的云层里。路飞跳入云中，抓着闪电反单杠，然后一手握着闪电从天空跃下，竟以雷霆击碎黑暗。骷髅宅邸内表演层不光是城里，连所有的塔都烧起来了，逃团的伙伴们也相继走散。乔巴在一片火海中大声呼唤伙伴，娜美闻声赶来，乔巴激动的大哭，扑进娜美怀里。娜美和小玉宙斯在一起，并没有受什么伤。宅邸内火势太大了，根本灭不掉。乔巴哭着对娜美说：“索隆、山治、弗兰奇·布鲁克，还有乌索普、罗宾、慎平，大家都不见了，不会是被困在大火里了吧？”娜美看了一眼没有边际的火海，就算现在想去找大家，但整个鬼岛几乎都燃烧起来了，哪里都不安全。只要鬼岛不着陆，大家就无处可逃。乔巴问出了电视机前小伙伴们也想问的问题，请求宙斯借点雨水。宙斯表示，这么大的火，我这也只是杯水车薪呀，你以为我是东海龙王啊？小玉很悲伤，大家都努力到这个地方了，如果是全军覆没、同归于尽的结局，也太让人不甘心了。娜美安慰小玉，没事的，不用担心，我以前说了，几年内还不会完结。小玉笑了，我还想要见证路飞大哥的胜利呢。城内1层，贝波已经被火焰烤到半熟，我怕热，我要回北极。罗德海贼团船员与一些落单的武士一起在漫漫大火中寻找出路。伙伴埋怨贝波真会给人找麻烦，几人跑出没多远就被一道火墙拦住了去路。几人有些绝望了，恐怕真的不行了，感觉没法活着出去了。贝波用仅有的意识呼唤全团保姆罗。宅邸地下，布鲁克和罗宾与一大群武士被困在这里。火焰让布鲁克很焦虑，我要成骨灰了啊！不，
私の大切なアフロがチリチリですよ。罗宾沉着脸，心里更难过。我可不想变成布鲁克那副傻样。三个迷路的武士撞破一道门，跑到这里，一见到布鲁克三人，立刻表示节哀。没想到有人已经被烧成骸骨了，想必十分不甘心吧。布鲁克用说过无数遍的话又解释了一遍：我不是骸骨，我还没死，虽然我已经是个死人了。火焰越烧越旺，看样子已经没有机会逃出去了。宅邸4层，慎平和雷藏结伴而行。雷藏对慎平出手相救表示感谢，否则他也像那个大耳朵图图一样葬身火海了。能在这里遇见慎平阁下，真是在下侥幸啊！雷藏似乎打算用秘技忍术来扑灭大火，看他一脸认真的样子，也不知道行不行。山治带着几位美女舞者，好不容易从大火中逃出来，眼看就要跑到外面了。山治看了一眼墙外，表示根本不行，就算能逃出去，院子都烧没了，逃出去和直接跳楼没什么区别。天花板被大火烧穿，一块木板砸下来，美女发出尖叫，山治一脚踹飞了木板，趁机将美女抱在怀中，不断安抚。请叫我暗夜中的骑士。可是眼下形势不容乐观，大火塌方，美女该如何是好呢？宅邸地下另一边方位，阿普命令蛮霸者徒手锤开墙壁。蛮霸者表示烫得拳头疼，阿普十分不爽，辱骂蛮霸者是个白痴。蛮霸者十分不快，两人即将要发生冲突。在一边，乌索普骑着长颈鹿给付者载着重伤的警卫们和小菊，在火焰中漫无目的的狂奔。楼顶被烧穿，碎石和木头坍塌下来，堵住了面前的路。乌索普几人被困在原地，看着重伤不醒的警卫们二人，乌索普意识到眼下只能靠自己了。他发射出必杀旅行喷灌器，召唤出一颗花洒，全自动360度花洒出场，没有2秒钟就变成灰烬，消失在火焰中。长颈鹿很无奈，这就是所谓的杯水车薪啊，老爷。乌索普一边流泪一边大吼：我答应乙藏会救出小菊，可我自己想得救啊！长颈鹿跟着大喊：老爷，我的命也是命啊！宅邸右脑塔，弗兰奇扛着昏迷不醒的索隆，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。眼下逃出去是个火烧眉毛的事儿，但是找到乔巴也很急迫。索隆伤势不知道有多重，弗兰奇希望乔巴能把索隆治好。后面一大群弗兰奇新收的小弟一边跑一边哀嚎。宅邸3层，毛皮族一群在这里受困。宅邸4层，雷藏和慎平准备完毕，两人找到了一个风水宝地，慎平和雷藏一人占据一边，相对而战。20年前那场烧毁了玉田城的大火之后，雷藏就一直为此准备着。那天吾等未能保护玉田大人，又让陶之助大人他们被火围困在燃烧的城堡中，在下身负人数，却什么都没能守护。在左岛相主向自己的身体喷水的时候，雷藏用忍术将巨量的水藏在了卷轴中，就为了此时来应急。水遁大瀑布之术，雷藏打开卷轴，释放里面所有储存的水，好像开闸的水库一样，大火瞬间贯穿了整个楼层，扑灭了周围的火焰。这还没有完，士兵在水中抓住水流，用力摔出去。慎平赋予了大水更强的冲击力，水冲破地板，灌入3层，向全城各个地方扩散。宅邸1层，基拉和伙伴正在这里寻找出口，突然地面发出震动，激流毫无预兆的涌出，把几人淹没在水中。鬼岛之外，大河扯着陶之助的胡子，让他快速制造焰云撑住鬼岛。凯多已经到极限了，拖着鬼岛的焰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，只有寄希望在陶之助的身上了。这是从最开始就有的且唯一的办法，否则鬼岛必会坠毁。本期内容就是这些，不知道凯老师还能撑几集？我们下一期再见。